我想感谢大家的光临。你们也知道，昨晚我们在中东取得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这是人们认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结束了加沙的战争，并在更大的基础上创造了和平。我认为这将是持久的和平，希望是永久的和平，中东地区的和平。我们确保了所有剩余人质的获释，他们应该在周一或周二获释。解救他们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不想告诉你们他们必须做什么才能解救他们。有些地方你们不想去，但是我们将在周二或者周一或周二把人质接回来，那将是充满欢乐的一天。我打算去一趟，我们打算去那里，我们正在安排时间，确切的时间，我们将前往埃及，在那里我们将举行一个签字仪式，一个额外的签字仪式。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代表我签字的仪式，但我们将举行一个正式的签字仪式。令人惊奇的是，那里的所有国家，从卡塔尔到沙特阿拉伯，再到阿联酋，所有这些国家，我的意思是富裕的国家，不太富裕的国家，他们都团结在一起。这实际上令人惊叹，他们都为了这件事团结在一起，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所以这件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没人认为能做到。最重要的是，人质要回来了。你们知道，他们把他们视作人质，他们谈论他们时称他们为人质，但大约有28名死者，大多数是年轻人，大多数是男性，还有男孩。我的意思是，男孩，其中一位女士谈到了她的把人质接回来，她的孩子25岁了，但你知道，对她来说，那是她的宝贝。我们正在把他们带回家，我们正在把他们带回家，把一切都安排好。而且对于那些父母来说，那些死去的年轻人和活着的人一样重要，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我参与了很多，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但这就是中东地区的真正和平。你们还记得10月7日发生的事件，但从哈马斯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也损失了7万人。这是很大的报应，但在某个时候，这一切都必须停止。我们将看到加沙慢慢的重建，在世界的那个地区，某些国家拥有巨大的财富，只要拿出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就能为加沙创造奇迹。我认为你们会看到一些非常强大的国家站出来，投入大量资金来处理这些事情。那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强大精神，甚至新闻媒体。我这次就不说他们是假新闻，因为他们今天确实非常公正。我必须告诉你们，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他们报道的非常好，非常公正，每个人都喜欢他。每个人坦率地说，那些从未公正对待我们的人，他们甚至无法相信，他们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很多人都是这样，但这一切都水到渠成。我认为对伊朗的袭击非常重要，因为如果那次袭击没有发生，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而且数量还不少。这样一来，即使我们签署了协议，协议之上也会笼罩着一片阴影，情况就大不一样。所以伊朗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伊朗现在也希望致力于和平。他们已经通知我们，并承认他们完全赞成这项协议。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我们也会和伊朗合作。你们知道，我们对伊朗有主要的制裁以及许多其他的措施。我们也希望看到他们能够重建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所以我想对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的领导人表示我极大的感谢，感谢他们帮助我们促成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天，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当然，你们也知道，还有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等等。我想告诉你们，埃尔多安总统亲自参与了与哈马斯和其他一些方面的交涉，他做得非常棒，他们所有人都非常出色，印度尼西亚也很棒，非常了不起，全世界都为此团结起来。原本不和睦的人，不喜欢彼此的人，
坦率地说，不喜欢的邻国，但现在，这就是此时此刻。所以我们期待着迎接人质回家。你们无法想象我们有多期待。他们将在下周初回到家人身边。我们希望是周一或周二，所有美国人都应该为我们的国家，在结束这场可怕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我想感谢一些人。万斯，你太棒了。皮特，你很棒。马可，太棒了。我的意思是，你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很多。我环顾四周，我认为几乎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间接参与了。苏西，我想非常感谢你，你太不可思议了，你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还有，约翰，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无价的。中央情报局，约翰·拉特克利夫，他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所以我想感谢你们所有人。如果我遗漏了任何人，我表示歉意。但是你们一直都很棒。然后还有史蒂夫·威特科夫，他工作非常努力。你们还记得，我们解决了7起，这是第8起。我们解决了7场战争或重大冲突，但都是战争，这是第8起。而我原以为最快能解决的会是俄乌冲突，而且我认为它也会得到解决。但与此同时，他们每周大约损失7000人，这看起来很糟糕。他们损失的大多是士兵，年轻的士兵，他们去打仗，然后被杀害。虽然这在很多方面没有影响到我们，我们中间隔着一片大洋，但你不会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那是个巨大的错误。那场战争本不该发生，如果我还是总统，那绝不会发生。所以今天上午我们在这里召开内阁会议，因为我的政府将继续为美国人民服务。尽管那些激进的左翼疯子关闭了我们的政府，你们看到的民主党人已经迷失了方向，他们没有领导，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和谁打交道，至少他们知道和谁打交道，我们不知道该和谁打交道。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共和党人已经多次投票通过了一项干净的无党派的法案，以相同的资金水平重新开放政府。我们不会只考虑医疗保险而不考虑其他。我认为我们已经成为了良好医保的捍卫者，他们一直用医保作为大棒，想要让每个人都想着医保，我们才是拯救医保的人。事实上，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是将药品成本降低100%、200%、300%、500%，甚至更多。因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优惠国待遇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启动了一项条款，因为我们一直在为全世界提供补贴，全世界支付的费用只是美国支付费用的一小部分，而且我们已经有包括辉瑞在内的众多公司签约，其他国家是个更大的问题，因为他们一直获得补贴价格。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支付高昂费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30年。我们一直在为其他国家降低药品价格，而我们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了我们应该支付的。他们还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像是研发之类的，我说那德国呢？其他国家呢？他们不用付钱吗？不，我们得支付研发费用。全都是胡说八道。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激进、重大且艰难的转变，非常艰难。我们当时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们可能听我说过，在我第一个任期内，大概是第3年的时候，我们把药品价格从年初到年末降低了。我当时非常自豪，还专门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来宣布这件事。结果只降低了1%，想想看，几乎等于没降。但这是28年来首次药品价格出现下降。所以从年初到年末只降了1%，但我还是非常自豪，因为我做成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但当我开始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说这不合理啊。
然后我开始看到一些数据，同样的药品或疗法，在欧洲的售价只有我们在纽约或其他地方的10%。然后我看到有人跑到其他国家去买药，他们跑到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国家去购买，因为那里的价格最划算。我叫停了这件事，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正处于重大的，我猜是争端之中，但我们赢得了大部分争端。有几个国家说我们不会这么做的。我说我们花10倍的价钱购买同样的产品，而你们只花一小部分，这不公平。而且这些产品都是在同一家工厂生产的。他们说我们就是不这么做。我说没关系，你们可以不这么做，但我会对你们国家征收9%或7%的关税，或者其他数额的关税，因为你们占了我们太多的便宜。不行，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我说我当然可以。他们会立刻同意，我会把关税提高到我们讨论的数额的2倍以上，他们也会立刻同意。所以我想，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同意了，对吧？芭比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会对他们征收2倍价格的关税，然后他们就会做了。所以我们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说实话。以前这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真的让我很生气，因为很多年来，这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基本上我们都在补贴全世界，所以这将对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甚至社会保障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但是任何有药品的地方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将获得100%的药品降价。我告诉过你们，我曾经为自己争取到0.125%的降价而感到自豪。现在你们将获得100%、150%、200%、300%、400%，甚至500%的降价。你们将获得你们见过的最大的药品降价。而且我想他们已经开始生效了，但是我们已经与许多公司达成了协议，而且我们正在全力以赴。我们想要最低的价格，这意味着药品在世界的价格，因为世界比美国大，人口也多得多。世界价格会上涨一点，而我们的价格会下降很多。所以如果一颗药丸在伦敦卖$10，在这里卖$100，那么这颗药丸在伦敦会涨到$20，而我们这里是$20。这很简单，而且这是一个没人能理解的数字。这有点像关税，没人知道关税有多大，没人知道。直到他们开始看到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涌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明白，他们本应该明白的。多年来，我们一直被关税占便宜。现在我不想说我们在占便宜，但我们已经因为这些资金的流入而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共和党人已经多次投票，试图通过一项2党都支持的无党派的法案，以相同的资金水平重新开放我们的政府。但是激进的民主党人选择将我们国家的经济置于危险之中。我们现在的经济是有史以来最好。我在第1任期内，我们的经济状况是最好。但现在的经济正在突飞猛进，而且民主党人正在试图阻挠，他们不想拥有良好的经济。我认为他们并不希望国家变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试图阻止我们的执法部门在华盛顿特区执行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华盛顿特区，我们现在拥有一个伟大、安全、美丽的首都，非常安全。你可以在街上行走，在我面前的许多人都曾被抢劫过，但是你们不会再被抢劫了。我们有一个安全的首都，最安全的首都之一，我们把它从最不安全的地方变成了这个国家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而且我们还美化了它。我们正在做更多的工作。所以我们再次为我们的首都感到自豪。我们曾为我们的首都感到尴尬。很多人被杀，他们从爱荷华州、印第安纳州、佛罗里达州来，最终却被枪杀。他们不会再被枪杀了。我们大约转移了1700人，对吧？大约1700名顽固的罪犯、职业罪犯，我们把他们转移走了。所以查克·舒默和哈基姆·杰弗里斯以及国会民主党人正在挟持整个联邦政府。我告诉你，很多民主党人也想让这件事结束。他们的确想，他们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只是想结束这件事。我们所做的只是说，就按老样子做，
直到我们理清为止。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的意思是，问题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谁在领导民主党。你们有这位 AOC， 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我前几天看了他的节目，他说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来我的办公室。这不是领导力，知道吗？唯一一个真正挑战他的人是佩洛西，而南希佩洛西现在看起来不太好，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但他看起来不太好，但他是唯一一个挑战他的人，我得承认。AOC 说共和党人可以去他的办公室谈判，我们当时说我不知道他也在领导层，但他正在取代哈基姆·杰弗里斯的位置，而且舒默害怕他会和他竞选。现在他我不知道，一切都可能改变，生活就是这么疯狂，对吧？但是现在他赢不了你，我认为他赢不了任何人，所以他会在初选中失利。我想他会在初选失败前退休，所以我认为舒默会退休，因为他赢不了任何人，他的民调太差了。与此同时，民主党的政府关门给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痛苦，包括我们的军队、空中交通管制员、贫困的母亲、有小孩的人，以及那些生活不太好的人。但我们正在大幅减税，我们已经减免了他们的税收，这项伟大宏伟的法案，我们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减免了他们的税收。我的意思是，小费不征税，社保金不征税，加班费不征税，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他们做得很好。尽管政府关门造成了很多损害，但你知道，关门还是很有破坏性的。我的意思是，现在还没什么，因为还处于早期阶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变得更糟。我们将进行永久性的削减，而且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只会削减民主党的项目。我想这很合理，但我们只会削减民主党的项目。我们将开始这样做，而且如果罗素愿意，他可以和你们谈谈。但我们将削减一些非常受欢迎的民主党项目。坦率地说，这些项目在共和党人中并不受欢迎，因为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他们想这样做，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尝尝自己的苦果。但是今天早上，查克·舒默宣称他们的情况每天都在好转。不，实际上他们的情况每天都在恶化，而且民主党内部正在发生叛乱，因为他们想要停止这种局面。如果你看到舒默的所有言论，我昨晚看了，过去这些年大概有10次，他说你不能关闭政府，你不能关闭，现在他自己却关闭了政府。所以这证明了他的行为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是为了服务他所在党派的党派利益。而且我认为他并没有为他们服务好，因为他们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你看，他们刚刚在一场压倒性选举中落败，你知道吗？很有意思。我看到贺锦丽，一个可悲的人物。前几天我看到他说选举非常接近，我说不，选举是一场压倒性胜利。我们赢得了数百万张普选票，我们赢得了选举人团的选票，我认为是312或315票对220多票，但是我们还赢得了另一场胜利。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看到地图时，地图完全是红色的。我们赢得了205到2525个县，这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规模最大的压倒性胜利之一。人们现在正以此作为参考或范例，但实际上，当你看到地图被涂成红色时，整个国家都是红色的，代表着共和党人。你知道，他们到处撒谎，他们满嘴谎言，他们的一切都是谎言。另一方面，我不明白的是克里斯蒂。我看过芝加哥的犯罪数据，简直是高的离谱，但我们的州长每天都站出来告诉我们芝加哥有多么美好。我真是不明白，这简直就是个骗局。就像加文·纽森一样，他说他在加州做得有多好，但他们的情况非常糟糕，人口在减少，人们在离开，虽然也有其他人进来，但我觉得这根本不是对等的。当另一方专注于玩弄权术时，川普政府正专注于创造就业，降低物价。而且我们确实已经把物价降下来很多了。还有一件事，我们正在大幅降低物价，我们正在降低食品杂货的价格，但最重要的是能源。当你降低能源价格时，一切都会降下来。能源价格已经大幅下降，我看到现在已经降到每桶61美元左右了。汽油价格将会，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汽油价格会降到每加仑2美元以下。
现在已经很低了，比瞌睡桥执政时期低得多。我们正在恢复我们国家的法律和秩序，我们正在这里恢复，而且我们现在正在恢复。我们在孟菲斯，我们要去芝加哥，我们要去其他城市。许多州长都在要求我们去，包括一些民主党人也在请求我们。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我是民主党州长，我会说，只要你能降低犯罪率，我什么人都接受。你可以把他们带进来，任何人。我不在乎是谁，很多人都这么说。他们采访了在芝加哥的女性，那些戴着 MAGA 帽子、红色帽子的美丽的黑人女性。他们说，我们不在乎他带谁来这里，但这里真的很危险。我们只是希望犯罪停止，这是真的。他们不在乎，你知道，他们不区分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他们不在乎，他们会接受任何人。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他们想看到，他们希望我们在华盛顿特区所做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孟菲斯已经在这样做了，正在我看到，不到1周的时间，数字非常好，情况会好起来的。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去其他地方，我们将阻止我们城市中的犯罪，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不会因此获得赞扬，但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发起了一场历史性的运动，要把我们的国家从帮派和街头罪犯、暴力累犯、非法外国罪犯、国内极端分子和野蛮嗜血的毒品黑帮手中夺回来。顺便说一句，很少有毒品是通过水路进来的，以防你不知道，毒品不是通过水路进来的。事实上，我们甚至在水里找不到任何船只了。我们以前有很多船只，就像满载毒品的地铁列车一样。你看到的每一艘被查获的船只都会导致25000名美国人死亡。想想看，因为这东西非常厉害，它会杀死25000名美国人。所以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它就不再是小事了。在华盛顿，我们部署了联邦执法部门和国民警卫队，以恢复公共安全。我们正在努力在全国各地复制这种做法。我们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我们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国民警卫队。我要感谢德克萨斯州州长，像往常一样，他非常出色。艾伯特州长，他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们400名士兵。其他州长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必须对抗犯罪。我们正在直接对抗左翼国内恐怖主义和暴力，包括恐怖组织安提法所构成的邪恶威胁。昨天你们也看到了，我们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在波特兰和其他地方，特别是波特兰。安提法已经失控，我们请了一些深受其害的人，情况非常糟糕，所以这是其中一件事，但我们正在狠狠打击他们，并且正在追查资助他们的人。那些人的罪行和那些用棒球棍打人脑袋的人一样。现在我想请司法部长邦迪和部长诺姆来谈谈这件事，说说我们目前的进展，然后我们会逐一请在座的各位发言。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快一点，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我不会在这里待太久，因为我很快就要去中东了。我非常荣幸能参与其中。这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人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从未见过如此普遍的赞扬。因为我们能够做到一些事情，这是一件没人认为可能的事情。我们将最终在中东实现和平，谁能想到呢？那么帕姆，你先开始，然后是克里斯蒂，请吧。好的。川普总统尽管民主党关闭了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执法人员仍然在不拿工资的情况下，夜以继日的工作，以维护并确保美国的安全。海格塞斯部长和我最近去了孟菲斯，我们和1100名执法人员在同一个房间里。孟菲斯警察局的人看到我们最高兴。海格塞斯部长，你觉得呢？我们有烟、9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ATF、缉毒局、DEA、联邦调查局、FBI、美国法警。我想我不确定我们的公园警察是否在那里。我们有财政部长贝森特，当然还有诺姆部长的国土安全部。他们都和国民警卫队一起工作，他们很高兴我们能去那里。我们一直在大力抓捕嫌疑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逮捕了562名嫌疑人，并在我们在孟菲斯的这段时间里，查获了144支非法枪支。
而且这些人很多都是惯犯，当你把他们从某个地方清除出去，犯罪率自然就下降了。这些人每天都在犯罪，他们很坏，我们正在把他们清除出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将他们遣返回国。因为拜登愚蠢的开放边境政策，他们才能进入我们的国家，但他们正在被送回其他地方，或者被关进监狱。总之，他们都是惯犯。川普总统仅昨晚我们就逮捕了91人，从街上收缴了19支枪支，其中1人持有杀人罪逮捕令，还有4名性犯罪者持有有效逮捕令，其中1人是对儿童实施性犯罪的性犯罪者。在我看来，我们在孟菲斯所做的一切，因为那一次逮捕而很有价值。想想看，我们抓捕了1名强奸儿童犯，而且我们已经在孟菲斯逮捕了562人，并且还在继续努力，就像我们在华盛顿特区所做的那样。但这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为了您，为了让美国更安全，我们日夜不停地一起努力。非常感谢，帕姆，你做得非常棒。谢谢川普总统。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没有得到民主党人的配合，这就像是一个新问题。你知道，我们有所有老问题，比如边境墙、边境问题，还有男人参加女子运动，他们仍然想要把跨性别墙加于所有人，所有这些问题都很疯狂。但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犯罪。我们阻止犯罪，他们却纵容犯罪，他们甚至想要犯罪，这简直毫无道理。我认为这和我们一直谈论的其他事情一样荒谬，但我已经把它加到了我们的清单上。一个5个字母的词叫做犯罪，我们阻止犯罪，他们实际上却在煽动犯罪，这太疯狂了。你们会觉得他们应该想要克里斯蒂和帕姆以及所有这些人。如果我们有需要动用军队，皮特会随时待命。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的征兵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我们有在一个伟大的经济体中。有些人想再次成为士兵，1年前他们甚至想都不想。警察和消防员也是一样，他们想加入，他们再次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克里斯蒂，请继续。总统先生，感谢您的领导，以及调动整个政府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维护国家安全。您多次提到我们的移民执法人员以及所有执法人员所受到的威胁。我们看到了达拉斯的枪击事件，所以我们正在加固所有的建筑，确保我们有更多的安全措施，包括屋顶上的狙击手，以及保护在街上执法的警员。总统先生，我还在做的是，在您的授权下，我们正在芝加哥购买更多的建筑来开展工作。我们不会退缩，事实上，我们会加倍投入。为了回应当地人民的需求，我们会在芝加哥更多的地区开展工作。几天前，我在那里考察了一些设施，我们可以从那里部署更多的执法人员，因为他们试图用这些骚乱和暴力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阻止我们去追捕那些在街上的杀人犯和强奸犯。然后我去了波特兰，周二去周二回，会见了州长、市长、警察局长和公路巡逻队的负责人，他们都在撒谎，而且虚伪和不诚实，因为你一离开房间，他们就会做出完全相反的回应。所以我们也在考虑购买新的设施，在波特兰也是如此，我们会加倍投入。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满足我们对街头安全和保障的要求，不与我们合作，我们就会调来更多的联邦执法人员。所以我要感谢皮特和战争部提供的所有帮助，他们做得非常出色。在我们进行诉讼并与帕姆合作的同时，我们将派出更多的资源和人员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在华盛顿特区和孟菲斯看到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以及安全和保障所做的一切，我们也会在芝加哥和波特兰看到。孟菲斯的数据虽然只有1周点，但我听说效果非常好。没错，犯罪率大幅下降。太棒了，这表明地方执法部门和联邦政府之间可以建立伙伴关系。如果我们需要在波特兰和芝加哥采取强硬手段，我们也会这么做。民众需要安全。我的律师现在正在法庭上，正如我们所说，他们正在芝加哥和波特兰为你们辩护，以确保你们的安全，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当地政府不希望我们这么做，但是我们希望感谢你们，我们会保证这些市民的安全。人民想要这样，我不明白其中的政治原因，我不明白为什么普利兹克要保护那些非常坏的人。他们更害怕街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政治主张，而不是做正确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是害怕的，我觉得他们受到了威胁，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但我认为普利兹克受到了那些人的威胁，不然他们没有理由不想要一个安全的芝加哥。我们可以很快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管他想不想要，我们都在这么做。所以下周见，分晓。我亲自问过市长，他说波特兰非常安全，是个美丽的城市，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说，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清理街道，还建了一个4个街区半径的区域，确保我能安全进出？街上那些人尖叫着 ICE 去死，涂鸦上写着燃烧瓶融化 ICE， 他们还有断头台，说要用他们。波特兰的情况不太一样，有点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情况很糟糕。那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推翻政府，他们真的很堕落。我们正在查是谁在给他们提供那些漂亮的标语牌和其他东西。他的团队能找到这些资金网络，这非常好，这才能给大家带来希望。好的，斯科特会处理，这对斯科特来说很简单，对吧？很好，我们请马可来说一下现在的情况。怎样？请讲吧。总统先生，是的，我觉得也许有一天，昨天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会公诸于众。总而言之，如果没有美国总统的参与，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绝不夸张。这一切实际上源于您对中东的访问，在那里您与该地区的伙伴建立了关系，正是这些私人关系和紧密关系为这一切奠定了基础。我认为事情由此开始出现转机，请记住，1个月前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的，大约1个月前，或者说不到几周前，当我们在联合国时，您召集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参会的不仅有阿拉伯国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并组建了支持该计划的联盟。之后，在随后的那个星期一，您在这里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并提出了该计划。当然，我们优秀的谈判团队跟进了此事。在此期间，再说一次，也许这些故事会被讲述出来，也许永远不会被讲述。总统进行了一些非同寻常的电话沟通和会面。没错，这需要极大的努力和投入才能实现。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明白，昨天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人道的故事，当然它也有地缘政治的意义。它为加沙有一天恢复正常，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以及以色列人的安全创造了条件。但昨天是一个关于人道的故事，因为您所做的工作，老实说，不仅世界上没有其他领导人能够促成此事。总统先生，坦率地说，我不认为现代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您采取了很多周边的行动，因为您的为人、您的作为以及人们对您的看法。由于这些，这个周末，在不久的将来某个时刻，我们将看到20个活生生的人，在2年来的第一次从黑暗中走向光明。这不仅是因为您利用了这个职位的信誉、权力和声望，以及您建立的关系，并且您致力于实现它。我认为这将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我们的国家应该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们有一位致力于和平，而且还致力于将这些家庭团聚的人道主义的总统。关于这件事的最后一点是，就在几天前，在卢特尼克部长的安排下，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肯尼迪中心见到了这些人质的家庭。我们和这些家庭已经互动了很久，或者说2年了。他们的故事令人心碎，无论是那些家人还活着的，还是那些已经去世的，他们都希望亲人能回来，这样他们才能完成哀悼的过程。我们都曾希望，也许在那一天，在10月7日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可以向他们宣布这个消息。我知道您昨晚也和其中一些家庭交谈过，我只是希望整个国家都能明白，他们应该为他们的总统和他们的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多么自豪。总统先生，我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同时也要感谢史蒂夫·维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所做的杰出工作。他们是一个了不起的团队，共同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甚至能够在这个周末到那里并完成这件事。就说到这吧。他们代表您做得非常出色，总统先生，他们值得高度赞扬。感谢您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谢谢，也谢谢你，马可，我很感激。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想评论一下伊朗总统先生，很多人都说您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您促成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协议。首先，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另外，关于您去中东的行程，您是否考虑在以色列议会演讲？他们邀请我去以色列议会演讲，我已经同意了。如果他们想让我去，我会去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总统这么做，所以这很有意思，对吧？如果他们希望我去，我会去的。他们已经邀请我这样做，谢谢。在以色列人质的家人们都走上街头跳舞庆祝，喜极而泣。他们都在街上跳舞，他们正在跳舞。他们太高兴了，每个人都很高兴。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国家的人也在跳舞，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每个人都很高兴，这真是太棒了，谢谢。川普总统关于即将部署到加沙的国际维和部队，您是否期望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其他国家贡献力量？这是否已经得到确认？是的。关于政府停摆，众议院似乎多数支持临时延期，并保留奥巴马医改补贴可能不包括给非法移民提供的资金。您认为这是结束政府停摆的方案吗？我觉得在继续谈判的同时，这项协议会得到延长。我们愿意出钱，因为我们一直在出钱。你知道，这很简单，我们一直在出钱，是民主党人导致了这个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大问题，而且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分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希望在做这件事之前，先让政府开门。我们不想被人用枪指着脑袋，我们不喜欢这种感觉，公众也不喜欢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希望政府重新开门。我认为事情会解决的，而且会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本不应该发生，这件事本应该在选举前9月28日就应该发生了。我们现在甚至不应该再谈论这件事，实际上这件事根本不应该发生。好的，请说。总统先生，展望未来，如何保证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在人质获释后，以色列不会重新开始轰炸？首先，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我们的人质带回来，好吗？这是大家最希望看到的。那些人质一直生活在地狱里，那种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之后的事情，我们再看情况。他们已经同意了一些事情，我认为事情会进展顺利的。但是第二阶段是什么？我不打算谈论那个，因为你们大概知道第二阶段是什么。我们会有解除武装，会有撤退，会有很多事情会发生。你们知道，我给了你们一个包含22项不同内容的清单，这些都会发生。而且我认为它会发生，我认为你们最终会在中东获得和平，但我们必须先救回我们的人质。我们不会在最后才做这件事，我们一开始就要做。我们说过，我们希望一开始就救回他们。你们知道，我们救回了人质，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和史蒂夫、贾里德、马可和我们所有人一起救回了人质，我们救回了很多人质。不幸的是，很多人已经死了，但我们救回来的很多人现在正和他们的家人、父母，很多情况下还有他们的丈夫、家庭、妻子一起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到处庆祝，他们是庆祝声音最大的人，他们到处都是。我们救出了很多人，但剩下的20个，我一直说最后的人质是最难救的。但这救出人质一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剩下的事情也会发生。你能保证巴勒斯坦人留下来吗？他们很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创造一个人们可以生活的地方。现在在加沙根本没法住人，你知道那里情况太糟糕了，简直是前所未见。所以，是的，我们要为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请讲。总统先生，请问美国将为加沙的带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我们会和非常富有的国家合作。坦率地说，这些国家热爱人民，我非常了解他们，他们热爱人民，他们热爱阿拉伯人民，热爱穆斯林。我想他们现在热爱所有人，而且他们非常富有，他们将会参与提供资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小数目，但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但你知道，这些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他们会积极参与，尽可能的把这件事做好。请讲。那么您现在对两国方案的看法是什么？您对两国方案有什么看法？我没有看法，我尊重他们达成的共识。
总统先生，鉴于这项协议中包含一些关于以色列的条款，您是否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无法继续任职并被罢免？内塔尼亚胡的处境可能会不妙吗？可能。他可能不再是以色列总理了。我跟你讲的是政治，有可能，我不知道。我觉得他现在很受欢迎，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比5天前更受欢迎。现在我觉得可能没人会想跟他作对，5天前可能还是个不错的主意。不，内塔尼亚胡现在，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件好事，我不认为他是为此而做的，好吗？但我认为，如果作为一个分析师来看这件事，我认为内塔尼亚胡现在应该很受欢迎。好的，请。总统先生，如果哈马斯说他们无法在时限内找到所有遇难人质的遗体，会怎么样？这个我们得看看情况。我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我们知道大部分人质在哪里。实际上，尸体是个更大的问题，因为有些尸体可能不太好找。讨论这个话题很糟糕，但你们都明白，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懂生活。虽然没人能理解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但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人质，所以我觉得这不会是个大问题。至于尸体的情况，他们说有20具、28具，有些可能不太好找，但我们会尽力而为。好的，请。你后面那位请讲。谢谢您，总统先生。关于库什纳在谈判中的角色，您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在最后一刻加入？还有关于副总统提到的 WIC 项目，您知道您承诺的通过关税收入提供的资金什么时候能真正到位，给到各个社区？因为有报道称 WIC 项目地供应商实际上今天就要关闭他们的店铺了。好，这样吧，我先回答关于库什纳的问题。库什纳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促成了亚伯拉罕协议。正如一些人所说，亚伯拉罕协议，我喜欢这个说法，但他确实促成了亚伯拉罕协议，这是件很棒的事。有4个大国加入了。如果我还是总统，如果那次选举是公正的，当然那次选举并不公正，那么每个国家都会加入，甚至坦白说，可能连伊朗都会加入，但所有国家都会加入。顺便说一句，很快就会有更多国家加入，大家都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我让库什纳参与，因为他非常聪明，了解那个地区，了解那里的人民，了解很多参与者。他和史蒂夫·维特科夫、马可还有库珀，我听说他表现非常棒，还有其他参与的人，万斯也参与了很多。我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团队在工作，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国家。非常多元化的国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他们有一些共同点，但更多的是彼此之间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团队，这些人都是高智商的人，好吗？你们知道，我经常说我们政府里有多少低智商的人，我们确实有一些，而且有些低得令人震惊，但这些人都是非常高智商的人，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我喜欢高智商的人。谢谢。我可以问一下关于中国的问题吗？您将会和习近平主席会面。中国现在表示要对稀土矿物实行新的出口管制，并且他们已经停止从美国购买大豆。您希望通过这次与习主席的会面得到什么？这个嘛，我们走着瞧。我是在进来之前不久才听说的。所以还没听取相关汇报关于出口。我的意思是，我们拥有最终的出口手段，我们有进口也有出口。我们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商品，也许我们不得不停止进口，但我不太清楚具体情况。你们也不清楚，谁也不清楚。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我也是刚听说，所以 Scott 和 Howard 会弄清楚的。我相信我们能应付。我想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媒体，我们走吧。国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媒体。